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剧情超级狗血的电影，名字叫做《抱养奇缘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，她叫小美。小美原本是孤儿院里一个被遗弃的孩子，但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热心的漂亮姑娘抱来收养了。这个姑娘对她很好，一直以来都将她视为己出。姑娘在城里面有一份稳定的编制工作，母女俩的生活甚是美满。可是这一切却被一张病历单给打碎了。原来这位姑娘得了癌症，而且还是晚期。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她早早的将小美送去了福利院，还写下了遗嘱。她希望自己死后，自己的亲姐姐花婶能收养小美。做好这一切，姑娘给花婶打了一个电话，她表示想要再见姐姐一面。可是电话那头的花婶却表现出十分的不耐烦。姐妹俩的关系之所以不是很好，其实主要是因为在她们还年轻的时候，城里有一份编制工作，两姐妹都是有资格持证上岗的。可由于当时只招一人，姐姐花婶便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妹妹。虽然当年自己的决定很洒脱很大爱，但面对自己之后在农村贫穷的生活，花婶感到非常后悔，所以久而久之，她的内心形成了对妹妹的痛恨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妹妹如今患上了癌症晚期，花婶于情于理都是要去探望的。姐妹两人见面之后，妹妹就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拿给了花婶作为补偿，随后就倒下了。花婶在料理完妹妹的后事，则继续回到乡下生活。可是这一天，福利院送来一个小女孩，也就是小美。福利院里，院长拿出妹妹的遗书，表示这是花婶妹妹的孩子，花婶有义务照顾小美。花婶对此非常不情愿，当天晚上，她就把小美送回了福利院。可没过多久，福利院的院长又把孩子送了回来。这一次，院长告诉花婶，他已经给小美申请了国家补助，希望花婶能行行好，留下这个可怜的孩子。事已至此，花婶只好将小美留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小美悲惨的经历开始了。小美自知自己是住在姨母家，所以从小乖巧懂事，不争不抢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平都默默忍受。而花婶则将自己对妹妹的恨全部施加在了小美的身上。比如在新年的时候，其他孩子都有喜庆的红色新衣服穿，可小美却只能穿平日里耐脏的旧衣服。小美一旦犯了小错，当天就不被允许吃饭。后来小美慢慢的懂事了，她明白自己的妈妈已经死去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于是生活中她变得更加的勤奋，学习上也变得更加的努力，因为她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。转眼间，小美长大了，她变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这不免让校长的儿子对她开始动心。当然了，校长的儿子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他一直在暗中偷偷帮助着小美。这一天，学校教室突然停电，对当天课程还没有消化的小美十分焦急。校长儿子见状，便带着小美来到他爸爸的办公室学习。在小美认真看书的时候，校长儿子偷偷画了很多小美的画像。结果有一天，花婶发现了这些画像，并且得知小美和校长的儿子曾经在办公室里待到深夜。她担心小美败坏了自己的名声，于是开始大闹学校，弄得小美被同学指指点点，最后只能退学回到家中。校长的儿子知道高考金榜题名是小美一直以来的梦想，所以在临近高考之际，悄悄帮助小美填写了志愿。小美得知后重新燃起了斗志，开始利用家务活之外的时间努力学习。很快高考出成绩了，小美苦苦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，结果却迟迟未到。她跑去学校找老师帮忙查询成绩，老师却告诉她，她的录取通知书早就已经送到花婶的手上了。小美听后立感大事不妙，她赶紧跑回家中，却发现录取通知书已经被花婶烧掉了一大半。情急之下，小美将花婶推倒在地，这一推可不得了，娇气的花婶当场就不行了，直接被送入医院进行抢救。医生说花婶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，但她是稀有血型，必须得从亲子关系里面找捐血者。可奇怪就怪在花婶那几个儿女的血型都匹配不上，而小美的血型正好合适。这下花婶是抢救过来了，可小美却因为错过了学校的录取时间，再也上不了大学了。而另一边，躺在病床上的花婶从医生的口中得出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小美竟然是她的亲生女儿。原来花婶当年因为家中太贫困，所以将自己的一个亲生女儿送给了一个无法生育的家庭。可花婶万万没想到
到的是，那个家庭的妻子在后来破天荒的怀上了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便索性将小美送进了福利院。而这一切都被花婶的妹妹看到了，妹妹自然舍不得侄女在外受苦，于是便将小美收养，当做自己的女儿来照顾。得知真相后的花婶懊悔不已，可惜已经没什么用了。心如死灰的小美收拾了自己的行李，离开了这个家。她来到一个崭新的城市，找了一个工作，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了。虽然整部片子的剧情比较狗血，但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。花婶最后虽然受到了暴击心灵的惩罚，但可怜的小美在遭受了这么多以后，应该去找谁说理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